你不是放不下，你是不想放下。你有没有这种时刻？吵架之后，你其实已经不生气了，但你不说，你想让对方多哄一会儿。朋友放了你一次鸽子，你嘴上说没关系，但心里默默记了一笔账。下次你迟到的时候，你心里突然多了一份理直气壮，反正你也放过我鸽子。伴侣以前犯过一次错，早就道过歉了，你也说翻篇了，但每次吵架，你总会把那件事翻出来。不是因为你还在痛，而是因为那张牌太好用了。你不是放不下，你是不想放下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少有人愿意承认，但几乎所有人都有过的心理。为什么被亏欠的感觉会让人上瘾？我们先来拆解一下。当你觉得是你对不起我的时候，你其实获得了什么？答案是3样东西。第一，道德制高点。你是受害方，你占理，你接下来说什么做什么，对方都不太敢反驳。你生气是合理的，你冷淡是情有可原的，你发脾气是可以理解的。被亏欠感本质上是一张免费的道德许可证。我可以不那么讲道理，因为你先对不起我。第二，情感债权。对方欠你了，你随时可以提款。这笔债可以用来换让步、换关注、换愧疚、换对方加倍对你好。有些人会无意识地存着这笔债不兑现，因为一旦真的原谅了、翻篇了，这个筹码就没了。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明明可以释怀，但就是选择不原谅。不是因为伤害太深，而是因为被亏欠的状态太好用了。第三，免除自我审视。这是最隐蔽的好处。当你锁定在我是被亏欠的那个人这个角色里，你就不用反思自己在关系中的责任了。所有问题都是对方造成的，所有痛苦都是对方给的，你是干净的、无辜的。你可能会说，这是不是想多了？不是，心理学家已经在实验室里证明了这件事。2010年，斯坦福大学的 Emily Zytek 和他的团队在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上发表了一项研究，标题非常直接：受害者觉得自己有权自私行事。他们做了3组实验。第一组实验，研究者让一组参与者回忆一段生活对我不公平的经历，另一组回忆一段无聊的日常。之后，实验者假装临时需要帮忙，请参与者额外做一个任务。结果，回忆过不公平经历的那组人有 40% 拒绝帮忙，而对照组只有 19% 拒绝。第二组实验，同样的操作，但这次测量的是自私意愿和应得感。结果非常清晰，觉得自己被亏欠的人不仅报告了更高的应得感，而且更愿意做出自私行为。而且这个效应是被应得感驱动的，不是单纯的愤怒或沮丧。第三组实验，参与者玩一个电脑游戏，一组因为程序故障而输了，另一组因为能力不够而输了。之后让他们分钱，不公平输掉的那组给自己分的钱明显更多，而且最极端的自私分配，不公平组的概率是公平组的2倍以上。被亏欠感导致应得感，导致自私行为。这条因果链非常清晰。你不需要故意自私，只要你内心有一个我被亏欠了的信号，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帮你合理化更多的自利行为。1968年，精神科医生 Stephen Karpman 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模型，叫戏剧三角。他说，在冲突关系中，人会反复在3个角色之间切换：迫害者、拯救者、受害者。这3个角色都不健康，但其中有一个位置最让人上瘾，就是受害者。注意，这里说的受害者不是指真正遭受了创伤的人，而是指一种心理位置。在这个位置上，
你的核心信念是我无能为力，一切都是别人造成的。为什么这个位置让人上瘾？因为它提供了3重心理保护。1. 不用行动，既然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，我就不需要改变自己。2. 不用承担，任何不好的结果都可以归咎于他人，我的自我形象是安全的。3. 可以索取，受害者身份自带你应该补偿我的道德筹码。2020年，康奈尔大学的 Andrew Legg 和 Corey Donaldson 发表了第一个专门测量戏剧三角角色的心理量表。他们发现，受害者角色与焦虑、抑郁、压力以及不安全依恋风格有最强的关联。受害者位置的本质是用放弃主动权来换取心理安全。被亏欠感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运作方式，它会给你发一张道德许可证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道德许可效应，最早由 Monin 和 Miller 在2001年提出。核心发现是，当一个人刚做过一件好事，或者觉得自己受过不公正对待，他接下来更容易允许自己做一些本来不太合适的事情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道德账户，吃亏、受委屈、被辜负，这些都在给你的道德账户存钱。账户余额高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。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太多了。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偶尔买个贵东西怎么了？这是用付出感给消费行为发许可证。我上次都让着你了，这次该听我的。这是用过去的委屈感给当下的强硬发许可证。我替你背了那么多锅，你帮我做这点事不过分吧？这是用受害经历给索取行为发许可证。无论哪种路径，被亏欠感都是强力的存款来源。觉得自己吃了亏的人会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有权获得更多。被亏欠感还有一个你可能没想到的底层心理机制，它和内疚的运作方式是镜像关系。2011年，昆士兰大学的 Brock Bastian 和他的同事在 Psychological Science 上发表了一项研究。他们让参与者回忆一段自己伤害过别人的经历来诱发内疚感，然后让一部分人把手伸进冰水桶里。结果发现了2件事。第一，感到内疚的人会在冰水中坚持更久，主动承受更多痛苦。第二，经历过物理疼痛之后，他们的内疚感显著降低了。痛苦可以赎罪。人类把疼痛和正义绑在了一起。Bastian 的解释是，人类已经被社会化了几千年，把疼痛和惩罚等同起来。当你感到内疚时，自我惩罚会启动一个心理上的正义天平再平衡过程。痛苦让你觉得自己已经还了债。现在反过来想，如果受苦、赎罪、天平平衡是内疚者的逻辑，那受害、被亏欠、天平倾斜，我有权获得补偿，就是被亏欠者的逻辑。两者是同一套正义天平系统的两面。内疚者通过自我惩罚来归零，被亏欠者通过保持受害状态来维持账面上的正数。如果你原谅了，天平就归零了。归零意味着你不再有权要求额外补偿。所以很多人不原谅，不是做不到，是不舍得。因为归零的代价太大了。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机制。心理学家 William Swan 从1980年代开始提出了自我验证理论。核心发现是，人并不总是寻找让自己感觉好的反馈，相反，人倾向于寻找与自己的自我认知一致的反馈，哪怕这个认知是负面的。低自尊的人听到表扬反而会感到不安，因为他和自我认知不一致。而听到批评时反而觉得踏实，因为他确认了自己的判断。把这个理论套到被亏欠感上，如果你的核心自我认知是我总是被亏待的那个人，那么你的大脑就会主动去关系中寻找证据来验证这个信念。
伴侣回消息慢了1小时，果然不在乎我。朋友聚会没叫你，我就知道我不重要。同事开会时打断了你，又被轻视了。你不是总被亏欠，你可能在主动寻找被亏欠的感觉。这是最扎心的部分。被亏欠感可能不只是别人造成的，它有可能是你自己在无意识中反复确认和维护的一个心理身份。说了这么多理论，我们来对号入座，看看这些场景你中了几个。场景1，吵完架不翻篇。你们吵了一架，对方道歉了，你也不生气了，但你选择继续冷着，不是因为伤害还在，而是你想让对方多偿还一会儿。你享受的不是和好，而是那个他还欠我的掌控感。场景2，翻旧账。伴侣出过1次错，你把这件事存起来，以后每次吵架都拿出来，不是因为你还在痛，而是因为这是你永远赢的王牌。场景3，记账式社交。朋友取消了1次约，你嘴上说没关系，心里记了一笔。下次你不方便赴约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台词是，反正你也取消过。你不是在维护关系，你是在维护一个账本。场景4，职场功劳簿。你替同事背了1次锅，或者加了几次班，之后你反复提起这件事，不是在诉苦，是在维持你们都欠我的状态。场景5，对父母的亏欠牌。很多人对父母的某些行为一直放不下，不否认这些事确实造成了伤害，但有些时候反复提起这件事的作用已经变了，它不是在表达痛苦，而是在回避一个更难面对的问题。如果我放下了对他们的怨恨，我的人生困境就没有人可以归咎了，我就只能面对自己了。首先说清楚一件事，我不是让你否认自己受过的伤。如果你经历了真实的伤害，保护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。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日常小事上反复沉浸在被亏欠的感觉里，可以试试这几个方法。工具1，诚实测试。下次你又在反刍某件让你不爽的事时，停下来问自己，我现在反复想这件事，是因为我还在痛，还是因为这个位置让我感觉安全、站立、有筹码？如果答案是后者，你不需要自我批评，只要你意识到了，你就已经打破了自动循环。工具2，把欠债思维换成需求思维。你欠我一个道歉和我需要感到被尊重，描述的是同一件事，但心理效果完全不同。前者把你锁在受害者位置上，后者把你放回主动位置。工具3，给正义天平设一个清零日。给自己设一个规则，任何一笔情感债务保质期不超过2周。2周之内你可以提出来讨论它，表达你的感受，但如果2周过了你没有提，就默认翻篇。工具4，问自己，如果他不欠我了，我是谁？如果你去掉所有的被亏欠感，去掉所有别人对不起我的叙事，你对自己的定义还剩什么？这个练习可能会非常不舒服，但也非常有价值。最高级的自由，我的价值不需要建立在别人的亏欠之上。我们都有过觉得被亏欠的时刻，这种感觉很真实，也很人性。但当被亏欠从一种感受变成了一种习惯，从一种暂时的痛苦变成了一种长期的心理位置，你就不是在被别人伤害了，你是在自己绑住自己。下一次，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心里默默算账，反复回想某件事，不愿意翻篇的时候，试着对自己说一句，我是在表达需求，还是在维持一个让我感觉占理的位置？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照到了自己，点个赞，不是因为它好看，而是因为它真实。